嘿，大家好，我是静香，生活在加拿大温哥华。加拿大有个昵称叫大加拿，当然这只是个调侃的说法，但是也反映出加拿大的福利好。就拿留学生来说吧，留学生不仅在留学期间可以合法打工，毕业后还可以直接拿毕业工签。如果你有留学或者让孩子留学的想法，跟邻居美国的苛刻政策相比，选到加拿大不会错哦。今天我就跟你们全方位介绍一下，为什么说加拿大毕业工签是留学生第一大福利。加拿大毕业工签是什么？毕业工签全称 Post Graduation Work Permit， 简称 PGWP， 是留学生在加拿大大学毕业后可以申请的一种开放式工作签证。不得不说，比起隔壁美国，加拿大在留学生工签发放上还是很大方的，不需要抽签，不需要有工作 offer， 没有职位限制，只要毕业即可领取1到3年不等的开放式工签。申请工签后，留学生可以为任何雇主工作，也可以自雇。重点来了，留学生大可以利用这段工签时期进行移民申请，只要条件别太差，移民基本上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推出这个政策是因为加拿大鼓励拥有加拿大生活工作经验的毕业生申请移民，并继续为加拿大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留学到工作到移民已经成为很多留学生的首选。那么问题来了，谁可以申请毕业工签呢？在加拿大获得大专及以上学历，如大专、本科、研文、硕士、博士持学签即可拿到1到3年的毕业工签，不需要拿到雇主信就可以申请哦。申请工签要多久呢？2019年6月4日起，移民局不再接受纸质工签申请，必须网申或者去边境申请。网上申请审批时间目前看来是88天，而去边境申请呢，当天就可以获批了。这两个办法各有利弊，我建议大家选择网上申请，只要满足申请毕业工签的条件，并且申请资料齐全，在网上申请就一定可以获得和上学时间匹配的工签有效期，申请通过率是100%。而且所有的申请工作都是在政府的官方网站上进行的，省去了车马劳顿的时间。缺点是有些慢，如果你特别着急申请工签，不能等待这88天了，那么可以选择去边境申请。边境申请最大好处就是在于快，当天即可拿到新鲜出炉的毕业工签。但缺点是，由于边境人流量非常大，很多边境都限制了时间，每周只开放几天，即使是在允许的时间内去，根据边境处当天的工作量，也有可能不予办理，需要重新再去，而且很有可能需要排队几小时。而且要注意的是，你有可能拿到比预期时间要短的工签，比如2年的项目只拿到2年工签，没有拿到3年的工签。原因是边境工作人员并不是专业审批工签的工作人员，这时候你需要跟工作人员去协商了。如果协商不成，那就只能暂时取消了，换另一个边境处或者网上申请。能申请到多长时间的工签呢？1. 如果你学习的项目时间短于8个月，是无法申请工签的。2. 如果你学习的项目时间大于8个月，但小于2年，那么申请的工签有效期将跟你的项目时间一样。比如说项目时间是9个月，那么申请下来的毕业工签有效期时间也是9个月。3. 如果你学习的项目时间大于2年，那么将能申请到3年工签。4. 对于完成多个项目的学生来说，工签最长期限为3年。记住这个简单的公式吧：8个月以上2年以下的课程，毕业工签有效期等于课程长度；2年以上的课程，毕业工签有效期等于3年。综合以上几点，4年的 University 本科项目或者2年的 College 项目都可以申请到3年毕业工签，而1年的研究生项目、1年的研究生文凭项目或者1年的语言课程项目只能拿到1年的毕业工签。如果你想拿到2年或者3年的工签，那么可以选择完成2个以上的项目，而且每个项目的长度都在8个月以上哦。2个项目可以不相关，但第2个学历必须在第1个学历项目结束后2年内获得哦。而且工签最长期限为3年。如果是16个月或者以上的研究生课程，可以申请3年工签，但是这16个月是不包括正常的学期休假哦。还有一点，如果申请人就读的课程包含部分海外课程及加拿大以外的课程，只要申请人最终的学历是由加拿大院校颁发的，则申请人还是有资格办理毕业工签的，但是海外课程的时间将无法计入毕业工签的有效期内哦。留学生可以获得几次毕业工签呢？申请人一生只能获得1次毕业后工签哦。
如果工签快过期了，但是还没有移民成功，这时即使你继续读了其他项目，比如本科、college、研究生，毕业后也不再符合毕业工签的条件了，无法申请毕业工签了。所以这一生仅有的一次毕业工签一定要好好把握住哦。在工签有效期内做好工作和移民的规划。申请毕业工签的条件是什么呢？一、申请时年龄大于18岁。2、在加拿大以全日制的学生的身份就读，且持续学习至少8个月。关于全日制学生的要求，移民局给出的考量因素有很多，今天我们就只说2种最常见的情况。一、Find academic session， 移民局允许申请人在最后的学期转为 part-time， 通常这种情况下，申请人已经满足了大部分的项目要求，只差1门或少数几门课程没有完成。第二点就是 strike， 学校在罢工期间，学生如果被迫转为 part-time 或停止上课，就不会影响申请人毕业工签的申请资格的。3、毕业于加拿大的大专院校，这里指的是毕业于 college 或者 university， 而且毕业学校要属于指定的教育机构哦。大家可以去官网看看自己的学校是否满足毕业工签的要求，网站我列到了描述栏里哦。4、如所读课程包括部分网课及 distance learning， 网课的部分不可占课程的50%以上。5、申请人需要连续保持全日学习 full-time student， 特殊情况除外。6、持有学校开具的毕业证明或者成绩单证明你已经完成所有学分，满足毕业要求。7、在毕业后180天内申请，如果毕业证明信和毕业证书不能同时发放，以比较早的时间为准。8、不再要求学生申请工签时必须持有有效的学签，即使学签过期，毕业生们也可以正常申请毕业工签了。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毕业后指的是最后一门课程出成绩或者拿到学校颁发的毕业确认信的时间，而不是拿到毕业证书或者参加毕业典礼的时间哦。根据 IRPR 第186条规定，假如申请人在现有 study permit 过期前递交了毕业工签申请，则申请人在毕业工签递交申请的那天起就可以合法全职工作了。这里要划重点了，在现有 study permit 过期前，虽然现在毕业工签政策已经放宽了，申请人只要在过去180天内曾持有过有效 study permit 即可，但如果想要在等待工签期间就开始工作，申请人则必须在 study permit 过期前就递交了毕业工签申请。申请毕业工签的材料清单来啦。第一个就是护照，这里我要着重强调，申请前请检查护照有效期哦。很多申请人在办理时候会忽略到这一步，如果护照只剩1年，你们最多也只能拿到1年的毕业工签。正确的操作方法是，假如护照有效期不够3年，先去向领事馆申请护照换发，拿到新的护照后再递交毕业工签申请。2、学签原件，就是 study permit。3、成绩单。4、毕业证明，如果你参加毕业典礼 convocation， 则可以提供毕业证；如未参加毕业典礼，可以提供毕业确认信。5、电子照片。6、MM5710 表格。7、如果申请人打算从事护理、教育、农场等对健康要求比较高的行业，则需要体检证明。8、申请费255加币。9、需要扫描护照的首页、签名页和每一个有签证页有章的页面。在加拿大读完了书，不管是否决定毕业后留在加拿大还是回国工作，都要提前做好准备。如果你选择回国发展，那么真心建议你在申请到毕业工签的3年内，来积累加拿大的工作经验和社会阅历，为回国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让自己回国后即使已经有着发达国家工作经验的人才。如果你考虑留在加拿大，也就是移民，就要利用工签的工作提高自己的 EE 分数。虽然移民邀请分数始终居高不下，但是现在加拿大移民配额不断增加，只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成功移民离你其实并不遥远。如果你觉得以上分享对你有帮助，就请给我点个赞，订阅我并开启通知小铃铛吧。有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哦，我会尽我所能回复你们的。我们下期见啦！现在我要做一个小预告，下期影片我将拍摄一个我自己作词的 rap， 如果能被称为 rap 的话，内容是关于一对由于出国留学而分手的恋人。由于是在家里录制，不是专业录音棚，所以效果嘛就仁者见仁啦。还请大家留言区手下留情哦，让我们下周一起跳起来吧！